大家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字节跳动大模型训练被实习生恶意输入，破坏代码，涉事者已被辞退。攻击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暴露出哪些问题？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当然，根据消息称，由于受影响的业务不是该厂的大模型，而是商业化团队的模型训练任务，就是影响广告部门，损失没有传闻中的上千万美元。但想必也不会是小数目。该厂的处理方式是辞退同步行业联盟同步情况给学校，但这件事抽象的是什么呢？这位知名高校硕士生被辞退后还到处辟谣甩锅，污蔑是其他人做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根据录音和视频可以确定，明确破坏模型就是这个人的行为，与别人无关。这一波 AI 圈的狗血剧终于可以说盖棺定论，攻击带来的影响肯定不小，除了算力成本，还有时间上的机会成本，损失巨大。而暴露出问题也许会让各大互联网大厂更加注意安全管理和操作留痕，导致如此的别当初。最早接触 Hugging Face 的 Safe Sensors， 觉得为啥要多此一举？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文档。Safe Tensor 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模型文件里面注入代码，然后漏的模型的时候就会执行这段代码，从而达到攻击的目的。其中大家最常用的 PyTorch 模型，存储格式其实就是 PK 格式文件，它是不安全的，意味着模型文件可以植入恶意代码。不确定这里实验数利用 PK 文件的漏洞。但是后面还是老是用 Safe Tensor 吧。补充一点，我觉得大部分大公司基本上非常注重安全的，但持续大家工作的时候，为了效率，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安全准则，当然也是防不胜防。而且训练 AI 模型本身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给训练实验投入的话，可能真还找不到原因，而且有可能怀疑是自己策略的原因了。所以这个事件影响还是很大的。招聘方面由于需要太多的上文下文信息，不好给出结论。从田科宇的个人主义和背景来看，能力履历方面应该是足够涉猎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还不了解。从简短时间内是否能考察出候选人的人品也是一个难题。对于企业也有一定的试错成本。修改PyTorch源码，如果走到代码仓库肯定是会被 CR 的，但修改库源码这个事情可能是直接登录集群后修改的，可以绕过代码仓库 CR 这一步。和下面的几个问题一样，该同学应该被赋予了比较高的集群管理权限，去进行模型部署和训练。这也同时暴露出来代码团队可能缺乏监控和审计，尤其是针对集群的安全审计，及时发现异常的操作行为。对集群的进程攻击同样也需要加强对操作的安全审计，尤其是针对进程相关的异常行为。另外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模型的部署应该关控，研发人员不应该有集群的最高权限，登录能够执行的脚本应该是有限的，尤其对于进程攻击这种脚本，一般需要入的权限才可以。修改模型权重同样的问题，模型的发布、训练、参数修改应该是走内部系统版本，进行版本的迭代和发布。据我所知，内部的微调是有系统的，对于基座模型的迭代就不清楚了。理论上不应该是通过操纵集群这种更底层的方式，内部系统的审计、权限控制、审批，最终应该更加完善。最后，实习生是否应该接触核心业务？原则上一般不会让实习生承接的特别核心的线上业务。如果出事故的话，导师 leader 都要承担主责。但是看起来这位实习生能力足够说理的，估计实操的过程中也会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了很高的权限。我们在合作共事关系中一般会保持善意假设，这种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该有的安全意识还是要有，按规范流程做事，保证所有人共同利益，避免被伤害。